Kia ora, it's Gloria， 真係超級耐冇拍過講嘢嘅片啦，近排咧都係拍 vlog 比較多啦。咁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講下點解我會選擇移民嚟紐西蘭嘅。呢一個 topic 咧其實就分咗兩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就係點解我會選擇移民啦，或者點解我會離開香港啦。第二個部分咧就係點解我會選擇紐西蘭呢個地方嘅。咁我知道而家好多香港人都考慮緊移民啦，比較熱門嘅地方咧就係英國啊、加拿大啊或者澳洲啦，就比較少人考慮紐西蘭嘅。咁所以我呢條片嘅目的咧就唔係想話叫大家嚟移民紐西蘭，只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諗移民嘅時候咧考慮咗一啲乜嘢嘅因素。如果你係淨係對第二 part 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飛去呢一條片嘅下半句。如果你係對兩條問題都有興趣嘅話，就繼續睇落去啦。因為我考慮移民嘅時候咧，香港仲未有發生咁多事啦，所以香港嘅政治環境咧並唔係我移民嘅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嚟嘅。點解我會想離開香港呢？其實就係有兩個主要嘅原因嘅。其實我由細到大都係一個中規中矩嘅人嚟，唔算好叻啦，亦都唔算好差。喺香港大學畢業咗之後咧，就揾到一份都算唔錯嘅工作，都幾穩定，福利亦都唔差，有好多 exposure 啦，上司咧亦都好肯俾機會我去試啦、去學啦，亦都好樂意去教我嘅。我仲喺公司度識到一大班好 friend 嘅同事啦，講緊我哋 friend 嘅程度係會一齊去旅行，所以其實聽落係幾唔錯嘅生活嚟嘅。咁點解我都會想走呢？其實第一個原因咧就係香港嘅生活模式同埋社會嘅價值觀咧，都同我自己想要嘅好大出入。香港嘅工時咧應該都係全世界頭幾名最長噶啦，加埋通勤嘅時間咧，我每日係會至少花12至13個鐘頭嘅時間喺工作上面嘅，仲未計塞車喎。咁如果每日要瞓8個鐘，梳洗啊、食飯1個鐘，每日咧就剩翻2個鐘頭嘅自由時間。基本上星期一到星期五嘅生活咧就係翻工、放工、食飯、瞓覺，翻工、放工、食飯、瞓覺，每日咁樣 repeat。咁翻工嘅壓力咧真係好大啦 ，work-life balance 更加係唔使提啊！老闆嘅 WhatsApp message 咧，無論係放咗工啦或者放緊假咧，都會有機會收到嘅。我知道咧，我自己個老細都唔想㗎，但係奈何佢都仲有一個老細，我個老細個老細都仲有一個老細，反正就係成個香港 in general 嘅工作風氣就係咁樣啦。大家咧都真係好搏，好中意揾錢嘅。亦都咧好中意用錢去衡量一個人究竟係咪成功，捱生捱死就係為咗升職加人工啦。我知道咧有人就會話，你啲後生仔冇經歷過以前飯都冇得食嘅年代啊，有份工俾你打就好好珍惜啦，已經好幸福啦，唔使擔心3餐溫飽，仲有時間去諗呢啲 first world problem。但係人就係要不停咁樣進步噶嘛。而且呢一種生活真係唔係太適合我啦，亦都唔係我想要嘅嘢。我唔希望自己嘅生活咧，淨係得返工作，可能係揾到好多錢啦，但係生活質素咧就非常之一般。第二個原因咧就係香港空間不足所衍生嘅問題啦。香港本來咧就地少人多，地方唔夠咧，真係有好多問題㗎。好似你辛苦返咗工5日，星期6日梗係想出街玩下啦，但係一出到門口周圍都係人，食飯排個隊都要起碼等1個鐘。久而久之咧，一到週末就唔想出街，淨係想留喺屋企，就好似冇咗生活一樣。因為香港空間細啦，可以做嘅嘢咧亦都唔係好多。放假咧不外乎行街睇戲食飯，可能你會話可以去行山啦，或者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嘢玩㗎。我想講你去行山，如果想影靚相喺個靚景度打卡，都係要排隊㗎，同埋係勁難先影到一張冇人係 background 嘅相咯。而且因為空間嘅問題咧，香港啲樓真係好細啦。先唔講我買唔買得起香港嘅樓啦，即係其實首期都未必儲得到。用幾百萬甚至1000萬買得個幾百尺嘅樓，居住環境亦都好逼啦，一啲私人空間都冇。我就真係唔想每日慳呢樣慳嗰樣，就係為咗買一層又細又冇私人空間嘅蝸居咯。總而言之就係我唔係咁中意香港嘅生活啦，所以咧我就想移民去第二個國家。而家咧就可以講下點解我會選擇紐西蘭啦。我自己都有去過其他西方國家旅行嘅，但係點解我最尾都會揀紐西蘭呢？其實咧就有5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亦都係最主要嘅一個原因呢，
就係我自己覺得紐西蘭咧係歧視比較冇咁嚴重嘅，都要戴翻個頭盔先，因為歧視呢樣嘢咧就好主觀嘅，亦都好睇你自己嘅個人經歷啦。咁我自己咧嚟過紐西蘭 exchange 啦、旅行啦，到而家都差唔多住咗2年。我自己咧喺呢度係冇經歷過歧視嘅。紐西蘭人咧，我覺得喺西方國家入邊咧算係數一數二 nice 噶啦，覺得佢哋亦都好尊重咧唔同國家嘅文化嘅。咁 touch wood 啦，我識到嘅 Kiwi 嘅朋友啦、Kiwi 嘅 flatmate 啦，甚至係 Kiwi 嘅同事咧，都對我好好嘅。就算佢哋知道我唔係本地人啦，亦都唔會話睇唔起我啊。咁我哋都係好似平常人一樣咁樣去相處嘅。其實好容易咧就已經可以成為到好好嘅朋友。當然我知道呢啲嘢咧都好睇際遇嘅，每一個人嘅經歷都唔一樣啦。咁我自己去過一啲西方國家咧，以我自己嘅經歷嚟講咧，我就真係覺得紐西蘭嘅人咧係最 nice 嘅。當然再戴多次頭盔呢樣嘢咧，好睇你自己嘅個人經歷嘅。但係譬如我自己咧都有去過英國旅行啦，當時仲差唔多 stay 咗1個月，對英國人嘅印象咧就覺得佢哋比較 cool 啦，同埋佢哋自己嘅本土意識咧都係好強嘅。相比起英國啊、澳洲啊、美國呢啲國家咧，俾人歧視嘅情況咧，我覺得係冇咁嚴重。第二個原因咧就係紐西蘭嘅天氣啦。天氣呢樣嘢咧就其實睇下你住喺邊度啦。如果你喺加拿大嘅話咧，住溫哥華同埋住其他地方嘅天氣咧都會好唔同嘅。咁喺紐西蘭嘅話，如果你住北島嘅話咧，冬天就相對比較暖啲啦，亦都比較少會落雪嘅。紐西蘭亦都唔會好似英國咁樣啦，英國都出名咧，成日都天陰陰啊或者落雨。紐西蘭嘅話咧，如果唔落雨咧，通常都會係晴天嘅，陽光普照嘅日子咧亦都好多啦。如果你住北島嘅話咧，冬天日頭平均嘅溫度可能係10鬆啲度啦，夜晚就可能係3、4度，咁未去到好似加拿大咁樣可能會負幾十度啦，又會落大雪。但係都係睇你住喺邊度啦。第三個紐西蘭吸引我嘅地方咧，就係呢度嘅大自然同埋環境啦。雖然我咧其實就唔係一個話超中意戶外活動嘅人啦，我亦都唔會形容自己係 Yama girl， 但係我自己咧係中意睇大自然嘅景色啦，多過城市嘅景嘅。當我見到啲湖啊、山啊、水啊、藍天啊、啲好靚嘅樹啊、好靚嘅花咧，就會令到我嘅心情咧非常之好。而紐西蘭嘅自然環境咧係真係好靚、好靚、好靚，所以呢個都係紐西蘭吸引我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第四個咧就係情意結啦。其實移民呢一樣嘢咧都好講 feel 嘅。咁你中意一個人，你要睇下有冇 feel 啦。咁你中唔中意一個國家，你想唔想移民去嗰度，想唔想喺嗰度住，其實都好講 feel 嘅。我第一次嚟紐西蘭咧，我就已經係好中意呢個地方啦，好似一見鍾情咁樣。有時我都講唔出點解我會咁中意呢度啦。其實真係好睇你自己嘅感覺咯。你係中意嗰個國家嘅話咧，就算嗰個地方係冇乜娛樂啊，被世界遺忘啊，你都會係好中意佢咯。無論佢啲外在條件有幾好或者有幾差咧，其中一樣最重要嘅嘢咧，都係你對嗰個地方有啲乜嘢嘅感覺。就算係真係買嘢唔係咁方便啊，冇咁多選擇啊，冇乜娛樂，我都覺得喺呢度簡簡單單嘅生活咧係好正嘅。最後一個原因咧，雖然好重要啦，但係到而家就未必適用啦。當時咧紐西蘭成功移民嘅機會咧係比較算係大嘅，因為喺紐西蘭只要讀完 Bachelor 或者以上嘅學位咧，就可以申請一個3年嘅 Open Work Visa。咁你就有3年嘅時間咧可以喺度做嘢啦，相對咧之後可以留喺度嘅機會咧亦都比較大嘅。以我所知咧，喺第二啲國家都可以申請差唔多類型嘅 Post-Study Work Visa 嘅，但係可能就冇3年咁長啦。而我讀嗰科咧喺紐西蘭嘅學費咧，相對比其他國家係平嘅，所以最尾咧我就決定咗紐西蘭啦。但係而家咧英國啊、加拿大啊、澳洲都有推出唔同嘅政策俾香港人移民啦。咁我自己咧就冇好深入研究其他國家 offer 俾香港人嘅呢一啲移民嘅措施啦，所以喺呢度咧我就唔作比較啦。以上咧就係點解我當時會選擇移民過嚟紐西蘭啊。其實嚟咗差唔多2年咧，我絕對係冇後悔自己呢一個決定嘅。但係咧移民始終都真係唔係一件
短時間嘅事啦，你要喺另一個國家生活咧，都真係要考慮清楚自己究竟鍾唔鍾意啦，究竟真係適唔適應得到啦。如果移民一個國家嘅唔好處係多過好處嘅話咧，咁其實真係要重新再諗下，究竟自己應唔應該啊，或者適唔適合去做呢件事啦。咁好啦，今日條片咧就到呢度啦，記得 like 呢條片啦，亦都要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亦都歡迎喺紐西蘭嘅各位留言，點解大家會選擇嚟紐西蘭啦？喺香港考慮緊移民嘅朋友，究竟而家係有啲乜嘢煩惱，亦都可以喺下面 comment 話俾我知，大家可以一齊討論下。咁有啲咩問題呢？亦都歡迎大家喺下面 comment 問我嘅。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我咧知道其實自己真係好幸福嘅，唔使擔心生，唔使擔心，唔使擔心生，唔使擔心生三餐，唔使擔心生。當然你話可以，當然你可以話。當然你可以話我可以去行，當然你可以話可以去行，當然你話。